看长城全程航拍，一起测量长城长度。前天发布的第一次测量长城长度的视频，从长城起点老龙头开始，直到角山长城六品顶，测了有12公里。今天第二次测量，我们从六品顶继续，目标唐茂地台16号，看看这段长城能有多长。此时六品顶的位置已经是很难到达的高崖深山了，不认识路的人很容易找不到路。六品顶东边有个恐怖的地方，叫做死人谷。以前有驴友迷路下到谷里，发现有人的骸骨，猜测可能是以前有驴友在此遇难。长城从六品顶往北顺着山势下行，周围山崖陡立，已经很难找到大石块。长城都是就地取材，用碎石块加大量石灰砌成的。这么险峻的高崖深山，人爬上来都会耗尽体力，还容易迷路。想要把青砖运上来，更需要费很大的人工。所以长城只是在碎石砌成的墙体上用少量青砖砌成垛口和箭孔，有的地方连碎石墙体都没有，直接借用陡崖和巨石作为屏障，称为长城山险墙。上到这道山脊上，长城所用石块较大，所以没怎么用石灰粘合，可能因为山势太高或者风化损毁，墙体不太高。山脊最高处这个位置有一座石头砌成的方形烽火台，然后山脊开始下行。山脊下行到这个地方有一座烽火台，我把它称作三道小口12号敌台南烽火台。再往下就是三道小口12号敌台。我爬到六品顶最高点，从角山南坡金培区边缘起飞，开始航拍到这座烽火台为止，完成了首飞。三道小口12号敌台几乎完全坍塌，除了条石台基，只剩下一面青砖墙体和中间的券门，所以这里也被驴友称为“时光之门”或者单面墙。这里又是一个高点，第二次放飞无人机就是在这里。这里有一个方形石块砌的烽火台，10几米外就是桃园东13号敌台。敌台上的敌楼保存完好，我从三道关那里上到刚才的航拍点的时候经过这里。敌台下面就是山海关区孟江镇贺家楼村，这个敌台也叫贺家楼。顺便说一下，孟江镇有个很古老的孟姜女庙。这里是三道关南烽火台，许多驴友在上面用石块堆出来一个圆锥，下面山谷就是三道关。这里就是三道关的深谷，在山谷两侧完全垂直的崖壁上，长城墙体依然修得非常规整，形成了长城倒挂的奇观。这里是三道关正关位置，也是第二道关。原来修建有关门和2层的箭楼，如今已经没有痕迹了。在谷口位置还修建有第一道关，正关上部还修建有第3道关。长城上到北面断崖，顺着山脊继续延伸。来到盘山公路穿过的山口，公路通向三道关村和长寿山景区，路北边就是烂石关，原名烂水关，又名乱石关。修建在烂水峡谷之上，关楼仅剩方形台基，没有关门，只在下部留有出水涧道。修路的时候被毁坏掉了。有2道石墙，关楼台基往上几十米有一个石头砌的空心地楼，坍塌严重。再往上就是烂石关敌台15号，条石台基青砖地楼，保存的还算完好。从这开始，长城出了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，进入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。盘山公路下面的郑家湾子就属于辽宁地界儿。上到山尖位置有一个烽火台，
从山间下来这段长城值得说一说，都是用打磨成方形的条石垒的内外墙，保存得非常好。这个位置开始没有垒墙，可能外侧山崖非常陡峭，加上山脊乱石山峰犬牙交错，难以逾越。从山峰下到这个位置，又是建的刚才那样的高规格条石城墙。这里是唐茂敌台16号，青砖顶部快要坍塌了，四面墙马上就要支持不住。到这里测了有17.4公里。